我们在玩盆景的时候，有些品种是不被看好的，像这种铺地柏，在我们当地就很少有人玩。花100多块钱买了10棵小老树，试着玩了一盆悬崖，把它加工一下，主要是对它的主干走向进行调整。我们在盆景造型，特别是这种初期造型的盆景，改变它的枝干走向不一定靠攀杂，多采用吊拉的方法，减少造型中对盆景生长的影响。先把顶端往下压，吊拉的过程主要是选好受力点，掌控好它的力度。悬崖盆景的造型有很多表现形式，但总体上要突出3个重点：一是根的苍老感和根部的抓力与下旋主干动态形成动静的平衡；二是主干下旋弯曲自然，主干下垂走向回旋流畅，飘逸自然；三是悬崖盆景的出枝是3位，而不同于其他直立的盆景是4面出枝。柏树的枝条是比较软的，我们在造型的时候，像这种枝盘可以进行适当的盘杂，主要是对它进行初期定位。对初枝的层次、造型的形式，还是要依据个人对悬崖盆景的感知。总体上力求上下呼应，单枝成景，枝的流向协调统一。柏树盆景的造型最大的特点是要表现它的骨感，就是要把它的枝干尽量的显露出来。树的枝干是一种力度的象征，也能更好的体现它的苍老感。我们在调整的时候，末端的枝要微微上翘，出现回旋姿势，这样也符合悬崖树的自然生长规律。枝干调整好了，对枝叶进行适当的修剪。在枝盘的调整修剪中，从上往下是逐渐缩小的，这只是一般的规律。例如上部做舍离干处理，下部的枝盘可能比上部还要大，更显得飘逸。做什么样的枝盘，关键受个人要达到某种意境所支配。柏树的枝是由这些针叶逐渐木质化后形成的，这是柏树盆景与其他盆景最大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在剪这些枝的时候，木质化的枝条可以剪，没有木质化的，像这种小针叶，我们最好是用手揪。一盆盆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反复修剪、调整的过程。这一盆预计5年以上才能基本成型，主要是对它的根干进行培育，尤其是改变了生长方向的悬崖盆景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